末日降临后，所有人都在拼命躲避丧尸，我却直接反其道而行，主动成为了末世中的第一批丧尸，然后跟在丧尸后面躲避人类。与此同时，医院内的大楼里，秦哥，我刚刚听到了一点点声响，我们就朝着那边看过去。那个地方忽然多了一个推车，推车上放着的是一些医用物品，咱们要去看看吗？一个发烧的人忽然推开门走进了房间。原来这群人这次出来找药也是铤而走险的，因为各种药品都需要很多，甚至还有不少是药店不出售的药品，所以他们才来市里寻找。整个车队4辆车，一共20个人，今天去了一趟，损失了4个人，其中一个并没有当场断气，只是受了伤，因此此时被捆起来，放在了其中一个房间中。而整个车队里就只有2个异能者，其中就有队长秦安，他是攻击力非常强势的火系异能者，还有一个是水系异能者。受伤的这一个人，若是能成为异能者，那么他们这次出来就算没有拿到药品，也算是赚了。因为被丧尸伤到后，有小概率会让人觉醒出异能，只是看他的情况，丧尸化的可能性会比较高。秦安闻言走到了窗口，拿过望远镜往街道上一看，虽然有些模糊，但确实能看到熟悉的医用纸箱。他可以确定他们撤退的时候并没有这种东西。为了队友的安全，他不想再让兄弟们再冒险了，所以他准备等到太阳彻底出来再去看。而我也是从接近6点一直等到11点多，太阳出来的时候才看到一个男人从2楼直接跳了下来，他腰上绑着一把枪，背上一把长刀，看样子应该是这个车队的队长。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然后熟练地把旁边徘徊的几只丧尸给杀死，这才摸到了推车边上。推车上有很多未拆封的药品，看着没有丝毫使用痕迹，但是上面有一张纸条。秦安拿过来看了一眼，眼里却闪过了一抹疑惑，不过还是把这张纸条叠起来放在口袋里，这才拿出对讲机，让兄弟们收拾收拾，准备撤退。来几个人到我这里来，东西他看过了，确实是他们需要的，甚至还是双份，这让秦安很是不解，到底是谁居然能从那个满是丧尸的医院里拿出这么多药来？他们并不是官方基地的人，如今他们所在的这个基地是以一个养殖场为基础改造成了幸存者基地，毕竟从这个地方到官方基地也有300多公里的距离，若是真的朝着官方基地而去，说不定就死在半路了。我看着他们把药品放到了车上后，这才放心了下来。车上，秦安把车窗升起来，这才拿出手中的纸条。他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线条，实在看不懂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字就像是小孩子的胡乱涂鸦一样，只知道对方是想要写字，但就是不知道写的是什么。算了，既然对方有能力从全是丧尸的医院深处拿出这么多药品，说明对方有自保能力。至于给他们送药的人，若是以后能遇到，他自然是要好好感谢的。目送这些车队离开后，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但是又觉得这医院里还有这么多药品，要是没办法拿出去用，岂不是浪费了？反正自己去旅游又不着急，不如把这些药全都搬到城边上，等有缘人来了也可以拿到。这样的话，人类就不用面对丧尸，也就不会被丧尸攻击了。更何况，要是丧尸被杀光，自己也不好再隐藏自己了。于是，我又推着小推车往医院去。我不分白天黑夜的搬了一趟又一趟，看着眼前这一堆堆成山的药品，又看了看天空，也不知道会不会下雨。于是，我又把隔壁小吃店的那个大伞给拖了过来。做完这些，我只感觉自己完全就是天使，而不是丧尸。另一面，秦安回到基地已经过了2天，今天他打算又准备出去一趟。他的队员听后自然是不同意，毕竟这次去市里寻找药品已经损失了个兄弟，还是他们运气好，得到了好人帮助，才能顺利拿到这些药。放心吧，我自己一个人去也行。若是你们不愿意去，就留在基地。秦安开口坚持，他想回去再看看，因为那张涂鸦纸条他研究了2个晚上，大概是看懂了写的是什么。从那些涂鸦文字可以知道，对方是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的，甚至还主动帮助他们。但从这笔记上看，显然对方的思维应该是有些不受控制，所以秦安想要去一探究竟。只是小队队员在听到秦安竟然要一个人去时，自然是不同意的，最后只能抽了2个人跟着秦安一起去。秦安见他们要跟着自己去，也没有阻止，只是当他们驾车2个小时到了城边，看着那一堆像是山一样的药品时，3个人都有些反应不过来，这么多药品，就算是2-3个人搬，也要搬好几天吧。秦安看着这一切，立马就让人用无线电联系基地的人，让基地的人开卡车来，你们在这里看着，我去周围看看。秦安此时觉得这些药品肯定是有人故意放在这里的，而且绝对是几天前的那个人。秦安的眼神扫过周围一片，想要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与此同时，我这边我庆幸的自己刚刚还好溜得快，毕竟我也没有想到这男的回来的这么快。一般出了任务不都会休息一段时间吗？怎么1天都不到，这小子又往丧尸窝里钻了，并且他好像在找什么。这小子不会是在找自己吧？想到这儿，我就知道自己又得跑路了。只是这次我有些着急，转头观察时竟撞到柱子上，砰的一声，让不远处的秦安瞬间就反应过来。我有些慌张，现在装死好像不太合适。秦安注意到声响后，径直朝着我这边跑了过来。以他的速度，恐怕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会追上了，并抓住自己。此时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命不久矣了？明明自己才帮了他，我急忙推开一边的玻璃门，躲了进去。只是我才躲进去没一会儿，突然就听到外面砰的一声响，是铁器撞击在一起的声音，吓得我立马往后退了几步。接着露出半个小脑袋，偷偷往后看。